复刻下一场危机。美军不一定会在台海下场，但他们的目的比军事介入还要更坏，要激起同族更大的危机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孟轩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最近根据岛内的媒体新闻，台湾地区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，那就是美国施压民进党政府，要在岛内部署火山陆上机动布雷系统。美国呢已经批准了这批涉及 1.8 亿美元的军售，声称这是要让台军在战时能够在滩岸上进行区域阻绝。表面上说是要抵抗解放军的坦克部队，但实际上呢就是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地雷岛。这件事情在台湾的舆论是不断的发酵，国民党的民代赖士葆是提出质疑：民进党政府真的要部署这样祸害子孙的地雷吗？这相当是告诉台湾民众，今后不用上战场，民众也要担忧地雷就在家园啊。不过，民进党政府是辩称说，这种地雷是反坦克的，不伤及人命。这个说辞也太好笑了吧？人的身体还能够比坦克的装甲厚不成？而且是部署在人口密集的西海岸，就连像亲美的赵少康先生，他也斥责了蔡英文，这样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莽的行为，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的了。将台防空导弹的基地是选址在居民的闹市区之中，谁都知道，一旦开打的话，肯定是先瘫痪对手的网络、通讯、机场、港口、导弹基地等关键设施。民进党政府这个选址是什么意思？和当初乌克兰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，攻击阵地是选在居民区附近，这种行动已经有很多次是被曝光的了。就在最近，乌军还在巴赫穆特地区居民楼屋顶设防空哨所，并在居民家中设置火力点。美国对台有一个豪猪战略，就是要让台湾订购更多非对称性的武器，让解放军无从下手，并且付出更多的代价，但本质上就是把台湾和台湾人变成一个肉盾。虽然在这段时间里，美西方一直是有意将乌克兰危机和台海局势挂钩，要将台湾问题给国际化，复刻下一场危机。但从这次冲突中，相信大陆也获取了不少的教训，美国也不敢直接的下场，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是不是纸老虎的本质。正式下场介入台海局势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许多。虽然说美国不一定会亲自下场，但他们的目的是更坏的，他是想要煽动同一个种族之间的互相残杀，想让解放军损失更大。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是属于同一个斯拉夫民族，现在打成这样是让人唏嘘啊。而俄军自开始行动时就顾及到这一点，并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打击电力啊、机场啊、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。打了9个多月之后，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了，才开始袭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。反过来，我们看到美国和民进党政府选择地雷阵，部署导弹基地在民间区等等做法，激起同种族之间更大的仇恨，炒作人道主义危机。但是呢，俄军的教训是说明了，一旦真的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再仁慈，必须要速战速决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